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万块年终奖变成一张张债务条，上面写着2/13日在厕所超过10分钟罚款50。3/27上班点外卖罚款200，共计罚款3万083元，扣除年终奖2万元整，还欠1万083元。请及时去财务缴纳罚款，以免违反公司条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元旦过后，刚来上班，经理就在群里发年终奖已发，在每个人的工位上，请注意查收。我看到桌子上厚厚的信封，心里一阵激动，没想到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张张摸鱼明细，上面写着2/13日在厕所超过10分钟罚款50。3/27上班点外卖罚款200，共计罚款3万083元，扣除年终奖2万元整，还欠1万083元。请及时去财务缴纳罚款，以免违反公司条例。我愣住，心想，会不会是谁的新年恶作剧？我去找财务询问，何姐，什么时候发年终奖？何丽丽鄙夷地看了我一眼，不是都在工位上吗？连眼睛都没戴，上什么班？我有些不确定，拿出装摸鱼明细的信封，是这个吗？何丽丽把电脑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，知道了，还来问。我先是不敢置信，反应过来，瞬间怒气直冲头顶。兢兢业业一年，我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手机24小时待机，时不时还半夜12点接到主管的电话轰炸，不就是为了赚点窝囊费？到头来辛辛苦苦一整年，不赚钱还要赔钱。何丽丽继续口吐炸雷，我是按照章程发钱，你们部门主管和经理已经批准了，你最好配合工作，赶紧去把罚款交了。真是疯了，实在忍不了，我把年终奖直接拍照发群里，讽刺公司是9学倒立，真溜啊！群里静悄悄的，没一个人回应。我直接瞪主管，上班时间你没点过外卖？哟，刘经理，你在公司从不拉屎吗？最后，财务何姐，你上班时间偷偷去给孩子开家长会，一次扣多少？妈妈正在 ICU 里，急需用钱的胡伟先忍不住了，也在群里。刘经理，我那几次早退是去拉业务了，给公司报备过的，一次扣500，我2天工资也没那么多。还有我缺勤那天，是我上班路上扭伤了脚，明明补过请假条的，为什么还要扣钱？我就指望着年终奖过年。刘经理，你能不能跟公司反映一下，别这么搞，行吗？有了出头鸟，其他人都忍不住了。张姐，是啊，刘经理，我们工作都兢兢业业，但是人吃五谷杂粮，总有些特殊情况。李哥，就是我们有时上班吃外卖，也是因为工作耽误了饭点，公司不能不看我们的付出，只揪缺点。大家的怨气即将到达巅峰。1个月前来的新员工突然在群里晒年终奖，感谢公司的栽培。那些没能拿到的员工要多反思反思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，不要仗着资历老就倚老卖老。之后又陆陆续续有几名员工晒年终奖，但无一例外都是刘经理和财务何姐他们的亲信。拿到奖金和没拿到奖金的在群里开撕，群里骂着骂着，已经有人离开工位，在办公室里开撕。邓主管这才露头，吵什么吵？现在的工作多不好找，你们这样闹，不想要工作了。他指着胡伟，你妈的病后续治疗需要好多钱吧？要是没了工作，
你找工作空窗期的医药费怎么办？然后点张姐，你2个孩子都在读私立幼儿园吧？失去了你的工资支撑，你老公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2个孩子吗？又点李哥，北漂没有存款的情况下突然失业，不知道房租还能不能顺利交上。邓明句句不提离职，话里却都是威胁。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这时刘经理出现了，他拍了拍邓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说这么吓人做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大家记得按时交罚款，公司还会拿你们当家人。家人？我挥挥手，我要是有公司这样的家人，恐怕要笑死了。还好他们是真孙子，我不是当真爷，用不着惯他们。邓明皱眉看我，赵雅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怎么？我直接开骂？拉大坨的时候不挺顺畅吗？被人指出来，倒生出羞耻心了。邓明破防了，你敢辱骂领导？你不用干了，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你确定？我仿佛看到恩佳怡在向我招手。邓明又想说什么，刘经理抢先一步开口：小赵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到办公室说，别在这里影响大家正常工作。行，我直接跟去了办公室。邓明狗腿地关上门，我双手插兜，只当没看见。刘经理递过来一支薄薄的信封：小赵，年终奖是根据实际表现核算出来的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破例，这里面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现在大环境都不好，公司有公司的难处，你理解一下，不要再带头闹了。我嗤笑，刘经理这么有爱心，不如拿去捐给乞丐。刘经理脸色难看，邓明反倒先忍不住了，他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有些好笑，是吗？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。好好好，邓明突然把办公室门打开一条缝，大声训斥：赵雅，你别太过分，你自己找到了下家要跳槽，因为赔偿不满意，就把大家都拉下水，你自己有退路，别人都拖家带口的，真失业了，可怎么办？我透过防窥玻璃窗，清晰地看到外面工作的同事突然都停顿了一下，开始有人时不时往办公室方向看。邓明压低声音：赵雅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可惜晚了，是吗？到底是谁该害怕，还不知道呢。邓明张嘴又骂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直接打开门出去了。面对同事探究的目光，我掏出口袋里的手机，点开录音的播放键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赵雅，你别太过分，你自己找到了下家要跳槽，因为赔偿不满意，就把大家都拉下水，你自己有退路，别人都拖家带口的，真失业了，可怎么办？我循环播放到第2遍，邓明彻底坐不住了，冲出来抢过我的手机，摔在地上。他得意地笑：不好意，手滑了。哦，我也不恼，拿出另一个口袋里的备用机。我的手机价值2488，这是收款码，只要邓主管现在赔偿，我就相信你真是手滑。邓明的笑突然僵住，面部肌肉抽动，我露出职业假笑：大家可都看见你摔了我的手机，邓主管，你不会想赖账吧？邓明只好硬着头皮扫码付款。我重新点开备用机的另一份录音：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好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邓明脸色大变，又来抢我备用机，我早有防备，躲开了。呵，我讽刺的冷笑：邓主管不会想再手滑一次吧？邓明脸色非常难看，我当着他的面把录音发进群里，你有能耐
把大家手机都抢过来。拿到奖金的那部分员工纷纷从位置上站起来指责我：你这是以下犯上，到底懂不懂规矩？公司栽培你这么久，为了那一点事，你至于这么没脸没皮的闹吗？没拿到奖金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开始挺我，小赵威武，公司还我年终奖。办公室乱成一片，邓明气得直喘粗气：你们赵雅，你不听领导调度，我要开除你！行，我把桌子上的私人用品全塞进包包里。+1，还有我的2万块钱年终奖，记得打我账户里，少1分钱，咱们仲裁部门见。邓明指着我，还想要+1？别做春秋大梦了，我可是按照公司制度开除你。这2年公司效益不好，一再降工资，还总是借口各种违反制度罚款。我为了不踩雷，特意打印了一份规章制度贴在工位上，警醒自己。我把规章制度撕下来甩在邓明身上，那你倒是指出来，我具体违反了哪条规定？被问住，邓明脸色涨红，竟然想打我。刘经理怕事情闹大，赶紧出来阻止。小邓别冲动。刘经理又来劝我：小赵，公司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勤勉的员工，你快回工位上继续工作吧。小邓，你来办公室，我要好好说说你。每位员工都是我们的家人，你怎么能这么粗暴呢？好一招乾坤大挪移，张口就把话题从年终奖矛盾转移到员工的和谐问题上。我可不吃这一套，我追上去拦住他们。刘经理，我的年终奖什么时候发？刘经理的面色犹如便秘。小赵，你怎么这么没有思想觉悟？公司是我家，爱护靠大家。罚款不仅是为公司开源节流，也是为了督促你们这些落后的员工进步。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，你们老在原地踏步，迟早会被淘汰。我懒得听他洗脑，继续问：年终奖到底什么时候发？刘经理见我油盐不进，气道：孺子不可教，朽木不可雕，张口闭口钱。你没事多读圣贤书，扩宽一下眼界，总是盯着蝇头小利，什么时候能进步？我冷笑：公司既然清新脱俗，业绩没完成的时候别罚款呀。我们做业务员的不向前看齐，公司的业绩从哪里来？刘经理那么超然物外，直接学古代圣人西风引路，自己别拿年终奖分给其他员工呗。刘经理瞠目结舌，牙尖嘴利，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真是倒了大霉。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回怼：你说的对，压榨狂公司遇到我确实得倒霉。我直接抓起包包就走，准备了资料去申请仲裁。公司财务接到劳动局电话那天，邓明联系我，电话里他语气柔和：小赵呀，这次的事情是公司处理不当，你来公司一趟，把年终奖补发给你。行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去了公司。他们如果真能直接把年终奖发给我，倒省了庭审的麻烦。我刚进公司大门，刘经理就笑呵呵迎上来：小赵呀，你在家也休息好几天了，赶紧回公司上班吧，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好好干，以后少不了升职加薪。我懒得听他毫无实际好处的大饼。我的年终奖呢？刘经理引着我去办公室，又让人给我端来一杯咖啡。别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是这样的，小赵啊，年终奖需要财务审核，然后再拨款，这些流程需要时间。不如你先把仲裁撤销，等财务批下来款项，我一定第一个发给你。我是来拿钱的，不是来看猴戏的。给了钱，我自然会撤诉，不然一切免谈。我站起来就走，刘经理赶紧拦我：别，
我给你打欠条，总行了吧？你先把仲裁撤销，到时候我一定给你年终奖。我继续要走，到门口之前挺我的那些同事却拦住我。小雅，要不就算了，刘经理也给我们打了欠条，既然会给我们年终奖，就再等等吧。你不怕得罪领导？我们可都拖家带口，公司要真倒霉，我们就失业了。你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别把这件事闹大了，行吗？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上都带着恳求，我实在硬不下心肠，犹豫了片刻，我答应了。行，刘经理，你给我写欠条吧。果然，撤诉后，刘德尚不复之前的热情，财务也找借口，一拖再拖。2周过去了，还没有见到1毛钱。我把重新准备好的仲裁资料甩到刘德尚办公桌上，我能仲裁1次，就能申请2次，这回我可不会再撤销了。年轻人，办事别急躁。刘德尚一脸淡定，似乎早有准备。他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只信封，推到我面前，里面有一张卡，价值2万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掉出来一张某某餐馆的年夜饭饭票，我震惊了。这时，刘德尚又递过来一张数值2万的发票，反正你们都要吃年夜饭，公司提前帮你们订好了。我彻底绷不住了，端起咖啡泼到刘德尚脸上。傻 X， 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知道刘德尚打的什么算盘，拖到年关，仲裁机关也该放假了。很多事都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可惜他打错算盘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再去仲裁。再有2天就是除夕了，我邀请没拿到年终奖的前任同事一起用餐。除夕开宴前，我自嘲今晚可是2万1桌的酒席，大家都别客气。在场没一个人能笑出来，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年终奖超过2万也是发的饭票，低于2万的则是随便发些不值钱的生活用品。小赵，对不起，当初不该劝你撤诉的，我们自己害怕失业，连累你也没拿到钱。我摆摆手，都过去了，人要学会向前看，毕竟后悔除了浪费时间，并没有什么毛病。过了1个小时才开始上菜，连续6盘都是素菜，水煮白菜、烧茄子、干锅豆腐、鸡腿菇炒上海青、蒸胡萝卜丝以及醋溜豆芽。后面终于上了2个荤菜，一个是肉末凉粉，另一个是红烧肉。盘子底下放了一堆干菜，肉根本没有几块。服务员又端上来1盘白馒头，1盆甜鸡蛋汤，就说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我还是有些被气到了。那些拿到饭票的同事也都绷不住了。胡伟站起来拦住服务员：“你们是不是上错菜了？”服务员对了对单子，肯定的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包间里顿时响起一阵骂声：“狗公司，不做人！某团299的特价菜都比这好吧？就这，还价值2万！”我站起来对服务员说：“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”服务员站着不动：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们说。”我说：“把你们经理叫来。”我抄起1瓶酒砸向地面，2万块钱的年夜饭就做成这样，立刻叫你们经理过来，不然我报警告你们欺诈了。看我不好惹，服务员赶紧叫来了大堂经理。了解始末后，大堂经理扯出僵硬的笑容：“可你们公司的年夜饭标准就是这样的。你是说我们公司有人在中间赚差价？”我可没有这么说。反应过来说错话，大堂经理赶紧找补：“这些菜虽然简单，但用的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精品，是吗？”我倒很好奇，他还能编出什么样的谎话。大堂经理滔滔不绝，
说了快20分钟才停下来。所以这些菜价值2万块，绰绰有余。农民出身的小王彻底忍不住了，他张嘴就骂：放你的狗臭屁！再纯天然无公害，就算大城市造价高，这些东西的价值也超不过500块钱。你们当成2万块钱的高级酒席来卖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其他人也跟着骂。要不要听听你自己说了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？这能值2万？你当我们是五谷不分的奶娃娃？窗户纸被彻底捅破，大堂经理也不装了。你们这群没见识的牛马，给个解释，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，觉得不值2万，去找你们公司要差价呀！在我们酒店闹什么？包间里骤然安静下来，他们很多人都怕失业，确实不敢和公司闹太僵，一个个都憋得脸色通红。我却丝毫不生气，把角落里的手机拿过来，递给刚赶来的警察。帽子叔叔，麻烦帮忙看一下酒店的进货单，如果这些东西真这么值钱，就是我冤枉人了。作为一个好公民，我得向酒店工作人员道歉呢。视频里大堂经理胡诌的那些话全都成了证据。警察看完视频，要求大堂经理提供采购单据，如果年夜餐不符合2万块钱的成本价值，牟利过高，就属于欺诈行为，酒店将要面临关闭审查。大堂经理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别呀，我那都是胡说的。你们公司每个人只给300块的预算，我总不可能给你们做个满汉全席吧？同事们听了都炸了。300块，我们可是付出了2万的年终奖，中间的差价去哪里了？我直接拿出公司给的2万发票，递给警察同志。有人黑了我的血汗钱，我要报案。愤怒上头的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，我们也要报案，因为涉案金额较大。我又把录下的视频偷偷发给几名网红，戳中了无数当牛做马打工人的痛处，受到了很多人关注。黑心公司，黑心老板，不得好死。牛马的命也是命，天道好轮回。这样的黑心公司迟早倒闭。网上恶评不断，经常有人原公司官微和视频号，还去他们发的内容下面骂。刘德尚和邓明这才知道怕了，他们2个轮流给我打电话，都被我拉黑了。警察去公司查账的第2天，邓明找到我家，小赵，不，赵姐，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。邓明直接给我跪了，把一沓现金双手递过来。您老那2万块年终奖我已经带来了，给您翻倍到4万，您就去警察局撤诉了吧。我赶紧后退几步，站在小区大门口前。邓明脸上一僵，很快他又挤出满脸笑容。赵姐，我身上又不脏，您别躲呀。卫生不脏，灵魂脏。我没说出口，只是招招手。行，既然这么有诚意，我们这边谈。邓明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重新把钱递过来。赵姐，请笑纳，里面真的有4万吗？当然了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我假装没看到邓明眼中一闪而逝的得意，双手环胸，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态度，你当面给我数清楚，马上达成目的。邓明自然不会拒绝我这点小要求。他数到19700的时候，我突然伸手拿过数好的那部分钱，够了，2万年终奖，那300是年夜饭的价格，我接受你的道歉了，剩下的钱你还拿回去吧。邓明一脸懵，见我要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拦住我，舔着脸笑，那撤诉的事我只能代表自己，你欠其他人的年终奖还没给，我怎么能管到别人的事？邓明脸上闪过怒气，但是很快他又收拾好情绪。报案时候，
你是牵头人，只要你撤诉，他们再上诉就是年后了，其他事项公司自然会处理。哦，我假装恍然大悟，邓明脸上的期待越来越浓烈。赵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要不说小邓你细心呢。放心吧，下午我就去警察局。赵姐果然识时务。邓明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，眼睛里却闪过鄙夷。我也笑，继续说：小邓这么有诚意，我总得配合一下。不是，我一定去修改报案金额，把这19700减去。你根本没准备撤诉，你耍我，心理落差太大。邓明彻底装不下去了，他冲过来想拽我，我快速刷卡进了小区，电子大门在他面前关上。再见喽，小邓。邓明站在外面大吼大叫：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雅，有你跪下求我的时候，是吗？我晃晃手里的19700，我很期待下场猴戏的演出时间。邓明彻底破防了，用脚踹小区大门。我反手就是举报，小区门口有个疯子在破坏公共物品。物业很快就赶来了。邓明被拖走的时候，眼中充满了恨意。你敢这么对我？赵雅，有你哭的时候。还没等到开庭，之前没拿到年终奖的那些同事就来找我撤诉了。小雅，听说你已经拿到钱了，我们的年终奖也发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们去把诉讼撤了吧？行，那就今天吧。撤诉完成后，回去的路上，我顺便去办离职，再开一下工作表现证明。人事盖章后给我的时候，我都傻眼了。证明的表现一栏上写着：经常迟到早退，工作时间吃外卖，最喜欢在厕所偷懒，学历一般，脾气大，对公司毫无建树。照他这描写，从街上随便拉个乞丐都比我有优点。我把工作证明拍在办公桌上，你什么意思？人事主管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接受不了，我不过是实事求是。行，你实事求是。我月业绩第一，你怎么不写？我一周至少无偿加班2次，你怎么不写？经理半夜叫我赶方案，我都积极配合，你怎么只字不提？合着这一栏不该叫平时表现，而是员工缺点放大镜，是吧？人事主管脸上挂不住，你冲我吼什么吼？自己得罪了谁？心里没点数吗？反正工作证明给你开好了，你爱要不要？特别提醒你，要是丢失破损，概不补开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好，这是要公报私仇了。本来我都想接过了，自己非要来找死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一向有备份数据的习惯。回到家，我从云端导出这2年的微信、短信以及电话记录，参照前段的摸鱼明细，对比罚款记录，一一找到当时的工作情况，连同工作表现证明的照片，一起发给了某宝做调色盘的客服。我要下加急单，请24小时内帮我做好。好的，亲。商家动作很快，不到12小时就交付结果了。我把内容制作成视频放在网上，又顺手买了个豆浆，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去睡觉了。第2天睡醒，我发现手机自动关机了，刚充上电就有电话打了进来。前天还傲慢不已的人事经理，低三下四给我道歉：小赵呀，你今天什么时候有空来公司一趟？我给你重新开一份工作表现证明，你要有事，我去找你也行。今天公司不忙，我什么时候都有空。我模仿他的语气，把那天的话重复一遍。反正工作证明给你开好了，你爱要不要？特别提醒你，要是丢失破损，概不补开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所以我可不敢麻烦您老人家，还是留着人事部的资源。
给其他人服务吧。说完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我的视频已经进了热榜前10，互联网喜欢回溯过往原公司贪污员工年终奖的事，又被揪出来鞭笞，就连他们在招聘网上的招聘信息评价都被网友刷爆了底线，下架了。刘德尚彻底坐不住了，换几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：赵姐，祖宗，你就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。总公司那边发话了，只要你删了视频，不管有什么要求，我们都会尽力满足。想让我删了视频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什么？刘德尚急切地询问。除非你拍视频亲口承认自己做的那些龌龊事，再把视频发到公司的公众号上，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电话对面传来粗重的呼吸声，刘德尚咬牙切齿：赵雅，你别太过分，我联系你是想给彼此一个台阶下，如果敬酒你不想吃，就只能吃罚酒了，你自己最好想清楚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我能走到现在这一步，你以为我会怕威胁？好，刘德尚一改往日笑面虎的形象，语气凌厉，这么有傲骨，到时候可别哭着求饶。没过多久，原公司的官方视频号更新了，出镜人是邓明和、胡伟。我有些意外，之前被针对没发年终奖的原同事都离职了，有些人已经应聘上了新单位，年后就能去上班。平常被压榨得最惨的胡伟竟然隐忍了下来。视频最开始，他走出来鞠躬，然后开始解释年终奖的事情其实是一场误会，公司的财务吃紧，刘经理让我通知一部分老员工，年终奖年后再发。那些礼品只是公司对员工的过年福利，并不是要替代年终奖。这件事刘经理交代给了我和赵雅同事。当时我妈妈突然在医院晕倒，我拜托赵雅全权转达那些没拿到年终奖的同事。最后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到那个地步，我被气笑了，说谎话连草稿都不打。紧接着邓明上场了，都怪我以前工作时对小赵的要求太严格。出事后，我拿着翻了1倍的年终奖去道歉，他也看不上我。公众号下面，他们自己买了水军，清一色喊话支持维权，员工通过逼迫手段拿到高于应得的薪资，属于敲诈勒索。这条动态迅速被各大跟风的博主转发。配文：转折来了，流量时代，很多人为了博眼球是不辨真假的，更甚至为了蹭热度睁眼说瞎话，等来了实锤再转发道歉，又能蹭一波热度。我的视频号和社交号全部沦陷了，就连陌生电话也增多不少，都是来骂我的。前同事知道这件事，纷纷打电话关心我。赵雅，你要是需要证人，我们随时能配合。谢谢张姐，谢谢李哥，我确实有点小忙，需要你们配合一下。对于原公司的抹黑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复，直到2天后，这件事发酵到了某视频平台的热榜前3，我发布了邓明那天来给我送钱的完整版视频。小区的大门口有监控，我早就找物业拷贝了一份，然后当晚我开直播了。张姐和李哥他们收到邀请，都来到我家里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，说说职场里的那些事。有一次，我留在公司通宵加班，终于做出了活动方案。刘经理上班看到我这么努力，一脸欣慰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歇会儿吧，别累垮了。当时把我感动的，那天我趴桌子上眯了半个小时，就起来继续工作了。没想到核算年终奖时，却成了摸鱼明细里的罚款项目。那瞬间，我的心都凉了。张姐也说了自己的事，
我有2个孩子要接，经常到点就得走，所以每天上班我卯足了劲，把所有工作往前赶。领导总夸我工作效率高，后来来了新人，公司就觉得我不加班是干劲不足。年终奖的事一再反复，让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原公司了。张姐从手机里找出来一段录音，本来说好给发，结果又换成廉价的饭票。我实在气不过，给邓主管打电话对质。这是当时的录音，按下播放键，邓明嚣张的声音瞬间传出来：公司愿意给你们一点东西当台阶下，就偷着乐吧。年终奖，你一个从不加班的落后分子，竟然还妄想这些？有空白天睡会儿，梦里啥都有。每个打工人都有崩溃的瞬间，牛马们敞开心扉畅谈，道出来的都是辛酸泪，每个人都狠狠共情了。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，飞快滚动的飘屏里，很多人也在诉说自己的苦恼。在爆竹声声中，新年来了，我身上的污名也被洗脱在旧岁里，等着我的是万丈晨光里的明天。正文完，番外。年后，我应聘上了一家新公司去上班。点外卖时，我再次见到了刘德尚，他成了楼下饭店的送餐员。被之前的公司开除后，因为他有黑历史，而且年龄也大了，根本没有正规单位愿意聘他。我听公司的员工吐槽他动作太慢，买的面条都坨了。脾气好的提醒他下次快点就算了，脾气差的会直接骂人，甚至让他把饭带回去，要退了。因为接二连三收到顾客的负面反馈，饭店老板开除了他。半年后，一次偶然，我碰到他在中心商城附近做保洁，和其他员工一起坐在地上，毫无形象地啃馒头。按理来说，刘德尚做这么多年高管，不可能没有点积蓄。后来我才从张姐口中听说，刘德尚因为年轻时玩得太花，他老婆本来就对他积怨已深，知道他垮台，当即就提交他出轨的证据起诉离婚了。他当然不同意离婚。年满18的儿子就像刘德尚当初打自己妈妈那样，趁他睡着了就绑起来一顿胖揍。后来他实在受不了，才签了离婚协议。至于邓明，最终还是被原公司挤兑开除的胡伟来找我道歉时提了2句。他本来就是刘经理的关系户，刘经理倒台了，他大专文凭，没能力又拉不下脸干基层体力活，只能回农村老家了。小赵呀，对不起，当初我太害怕找不到新工作，我妈的医药费会断，才鬼迷心窍说了谎，不求你原谅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说一声，我一定会尽力弥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